你有没有看到郭大哥？大陆啊，昨天晚上我还见他睡在那儿，一大清早人就不见了。哎呦，哦，哎，会不会给那个臭婆娘赶走了？哎呦，快！来顺，你听到没有？来顺，清早你嚷嚷什么呀？我老婆还在睡觉呢，别嚷嚷！我问你，大陆是不是给你轰走了？怎么不见他人影了？那么凶干什么呀？昨天我新婚夜，我怎么会去看大陆呢？大陆走了关我什么事儿？你问我干什么？真不是老婆，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不识趣儿的人。我们是不识趣，我非得进去瞧瞧。新房你能进得了吗？怎么进不了？说不定你把人藏在里头呢。你敢进去试试？哎，好了，别生气，大陆可能自己走了，他的伤还没养好呢，我去找他好了。啊，你去找他。哎，秀荣，切，哎呦，他走了，你也走吧。我偏不走。你不走想干什么你？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我就是不走。怎么了？我们走。自己。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呢，怎么就要走了？这段时间一直打扰你们和来顺，实在太辛苦你们了。再说我现在的伤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出去做事了。你离开这里，为什么要不告而别呢？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全家要怎么才能报答你呢？我中枪之后，是你拼死拼活的把我救回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早死了。我不会忘记的，你那么多日日夜夜对我的照顾。如果你不是为了要救若兰，你也不会身受重伤啊。你好好帮来顺工作，像你这么好的女人，总有一天，你的丈夫会回到你的身边的。以后我还是会东奔西走，不过我答应你，我会帮你打听你丈夫的下落的。你别走，妈妈，你别走，等一等，妈妈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是不是要跟大陆私奔，要把我和若兰祖孙俩丢下不管呢？妈妈，你不会丢下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大娘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秀如是在跟我道别。这段时间以来也辛苦你了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大陆叔叔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若兰，叔叔很高兴，现在啊，你终于可以听见我说话了。你放心，大陆叔叔啊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你看，你上次送我的礼物啊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我答应你，等我办完事情，我很快就回来。那你要快点啊！大陆，你先别急着走，听我说两句话。我媳妇秀如，她是个好女人。我儿子不孝，把这么好的媳妇儿跟女儿抛弃了，她不需要一直照顾我这个疯婆婆。刚才我是乱讲的，其实我宁愿她跟着一个好男人走。妈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一辈子伺候你到老。
看得出大陆喜欢你，只是不敢表白。我一把年纪了，什么没见过呀？早就看出来了。不，郭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，这次他又救了若兰，他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不能够忘记啊。那你为什么让他走啊？他走了，我们怎么报答他？我不想让大陆叔叔离开我们。最没用的就是那个来顺了，娶了老婆之后就把我们3个忘了，还把大陆逼走，我非跟那个寡妇斗到底不可。不，妈，老板也是我们的大恩人呢。如果不是他收留了我们，也许我们到现在还在讨饭呢。要不是我们帮他赚了钱，他有本事讨老婆吗？我们要感谢他收留，他也要感谢我们给他赚了老婆本啊！忘恩负义的人。戈顿先生，我早就不卖福寿膏了，我有更好的货，看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好啊，你要去那儿之前，记得通知我一声。少爷啊，好，那先这样啊，再见。少爷，您让我查的事儿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哦，宋美英跟秀如母女3个人，现在就在桐城外面那镇子上，帮一家杂货店打工呢。少爷，您是没看见，那日子过得真惨呐！那2个大小哑巴倒是能吃苦，对。可是我那个婶婶怎么可能会跟他们住在一起呢？不可能啊！对，少爷，您说的对。开始啊，我也不相信，可是经过我再三向周围的邻居打听，他们确实在那儿打工呢。而且啊，宋美英还经常疯疯癫癫的，把以前的事啊，通通忘光了。真有这么回事？千真万确啊，少爷。少爷，我也在琢磨这事儿。你想啊，一家人有老有小的，别说别人了，就说那老太太吧，就她那傲脾气，是吧？幸亏是疯了傻了，不然她能活到今天吗？对吧？阿贵，最近有陈武的消息吗？没有。啊？陈武？少爷，您上次不是说已经把那小子扔到江里去了吗？没有看到尸体，那就还有一丝活着的可能。如果大难不死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少爷，您放心，就算这小子命大又活过来了，这些事儿您连干都不用干。少爷，您怕他回来？哼，我才不怕他回来呢。他要是敢出现，我要他再死一次。哼！对，少爷，只要您一声吩咐，我马上让他到阎罗王那儿去报道，你信不信？真的，到时候您就瞧好了。哼，少爷，您这些日子一直在上海度过，这次回来，您不想去看看那娘仨？真惨呐！等过一会儿，我会洗干净你的衣服的。你比什么？我看不懂。待会儿把我的衣服洗干净就行了。啊，还有，我正要给来顺生个宝宝呢，最近腰酸背痛的，
你待会儿进来给我捶捶背，不要整天吃豆腐，烧点肉来吃，弄个鱼汤什么的。晚上让我也跟来顺喝上个2碗，顺便也弄点下酒的小菜。但是伙食钱不够，我没有钱加菜啊。什么呀？没钱就跟来顺要啊，就说是我交代的。但是老板他连句话也不会回，一大堆的活儿等着做，你还杵在那儿？先去买菜，再回来洗衣服。哎，等等，先放我进来捶捶背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奶奶不见了，我到处都找不到她。啊？我没跟他拌嘴呀。今天我出去的时候还看见他和若兰在那儿卖豆腐，挺好的。我还跟他说呢，我说我回头给他带个烧饼回来。可是，一回来就看见就若兰一个人在这儿看店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。若兰，告诉妈妈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奶奶不在的？奶奶是因为碰见了杏儿婶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开心呐，收了这么多的钱。哎呀，哎，来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啊，不准碰钱。啊？为什么？卖东西哪有不碰钱的？以后这个店里除了我丈夫之外，钱都由我来收。哼，我才不会坑老板1分钱，你不要狗眼看人低。你说谁是狗啊你？你要搞清楚，我是这儿的当家老板娘。我说你是狗。你有种再说一遍！狗！你，如兰，咱们进去。狗！就是这样。那个老太婆敢跟我顶撞，简直是不想在这里待了。你赶紧去干活，不准去找你奶奶。还有你，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你来做呢。你婆婆想通了，谁是真正的当家，自然会爬回来的。我婆婆她有病，没有人带她，她是不知道回家来的。求求你，让我去找她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别比划了，我根本就看不懂。你起码把工作做完了，才准去找你婆婆。搞不好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她自己就会滚回来的。哼！哎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老婆，你就让他去找吧。他们3个人相依为命惯了，万一搞丢了那个老太婆啊，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我们虐待下人呢。咱可不能干那事儿啊！你这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养了3个人，你会不会算这盘生意啊？哎呀，老婆，不就是再加2双筷子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人家还帮忙赚钱呢。啊，算了吧啊！怎么能算？看我怎么整治他们！哟，老婆，不要生气啦！哎呀，你生气的样子好可爱哟。对了，啊。
哟，丢过来。阿姨好，若兰，跟我们一起玩吧。不行，我和我妈妈在到处找我奶奶，帮我一起找吧。找你奶奶？哦，找你奶奶，跟我来吧。哎，发财！嘿嘿，哈哈哈，8条满地都是4万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到底打不打？嘿嘿，不会那么巧吧？我知道你也想听牌，不打出来怎么听啊？你今天的手气啊，实在太好了。再说我呢，放炮就是自摸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开胡呢。哎呀，别急，快了，快了。七饼，哎呀，七饼你也敢打？大不了我自摸。嘿嘿，你别摸了，我就等着这张七饼呢，而且是边七饼，漂亮吧？我又冲到枪口上了。是啊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，哎，给钱呢？给，哎，太好了吧？有加倍，太好了！来，洗牌，洗牌，再来，太好了！再来！你们不用担心，这家猪寮我认得，明天啊，我还是要过来打麻将的。哎呀，对付这些村妇啊，简直是易如反掌，太容易了。奶奶，以后你出门要告诉我们，刚刚为了找你，妈妈差点被谢耀神骂。啊？他敢骂你？没有，妈，可以找到你就很好了。我不怕杏儿她刁难我。莫名其妙，那个恶寡妇实在太嚣张了，要我面对她，我都待不下去了。如果能每天来这儿赢点小钱，也好过再来顺着打工。行了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一定会多赢点钱，带你们离开这儿。走。等等，你们等等我。哎，六金啊，干嘛呀？给。你是偷了你妈妈的猪肉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妈妈说要感谢你，当天救了我和那群小朋友，这是要给你吃的。哦，就给他吃，不给我们吃吗？今天真是开心呐，赢了钱还可以加餐啊！真的好香啊！我们好久没有吃过你妈做的红烧肉了啊，好吃吧？哎，好吃就多吃点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妈，红烧肉？为什么今天我跟蓝帅没有红烧肉吃？一定是你们偷了店里的钱，躲在这里吃肉。谁是小偷啊？这块肉是人家送给我们的，是为了报答我们家若兰的救命之恩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个穷鬼，吃不到竟然又偷的！蓝帅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！什么人呢？这是！来了！蓝帅，来了！怎么回事啊？看，红烧肉。不，我婆婆是到婶婶家去。这个是六金送给若兰的，请你们不要误会了。六金误会。对，六金送给我的。哦，六金送的。哎呀，老婆，人家六金家里是卖猪肉的，送他猪肉很正常啊。有小人之心，当心会有报应的。如果蓝帅当初不收留你们3个，你们早就饿死街头了，也不会认识什么黑猪婶儿，更不会有猪肉吃。是你们不懂得知恩图报。哼，不要以为我又老又糊涂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有一技之长的。我劝你不要逼人太甚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带着媳妇儿、孙女离开。到时候看你的老婆会不会帮你磨豆腐。切，什么一技之长啊？说出来啊！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你想知道吗？我偏不告诉你。行了，老婆，哎，行了，老婆，明天下午我要休息，听到没？哎，好，休息。给我过来！吃！哼，神经病！多吃点肉，把这些全吃光，把他气死！活该，没得吃。谢谢。又来了，好吃，谢谢。
给我来一块。谢谢啊。若兰，把这个拿给杏儿婶，小心点啊。给我看看！哎呀，手伸出来给我看看！去！别人干活，你等着收钱，这差事不错，脸皮可真厚啊你！哎，给我来一份，你喜欢怎么做啊？哎，我出去发财了！蓝顺儿，快出来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杏儿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嘿嘿，黑猪婶啊，谢谢你送的猪肉，今天呢，我一定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你排技一流，我得好好跟你学学。我老公在镇上卖猪肉也很爱赌，赌得整晚都不回来，所以白天我打牌也是公平的。没错，这才叫公平。来看，哟，暗杠，让我来看看这杠头。哎呦，卡巴饼！哎呦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啊？运气太好了，卡巴饼！哎呀，我暗杠6万，运气太好了，今天。哎呀，原来你躲在这儿打麻将啊！关你屁事啊！你不知道，他手气可好了，昨天赢我们3家呢。就是啊，给钱，来，哎，又给钱，你起来，让我跟他打一把，盯死他的牌。盯死，看你有没有本事。你来，来洗牌。来，坐下打，接着继续，来，继续，我在这儿啊，来，别太高兴。刚刚有没有看到他咬牙切齿的模样？哎呀，这是大快人心呐！想跟我挑战牌技，差得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一个外号叫做胡后。慢走啊！再来！哎，我回来了，葛兰。你这去哪儿了你？我请回假了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请假了？这一大摊子事儿呢，你走了还得有人去找你，我这忙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病啊！你一个人不会做，就得我们3个人陪着你啊！我有病，我是老板呐！我跟你说，走，别看了，去，看，听到没有？走，别看热闹了，走。走开！走！来，走开！回去！走！看到没有？走！哎，
干什么？穷凶极恶的，想要欺负人呢！小心我到警署告你们！哎呦，老太太，都这份上了，你还这么硬啊？这杂货店是你们家的？是啊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就是你开店了，我给你老人家来捧捧场，是不是？行了，弟兄们，别愣着了，捡着贵的东西，给我狠狠的砸！大陆，哎呀！闪开！好你黑小子，抄家伙！住手！你为什么出手打伤我的人呢？欺负孤儿寡母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种的冲我来！大陆，小心啊！大娘，小心啊！你这个瘸子养了一群疯狗，你砸烂我们店里的东西，通通让你赔，不然我们就报告警署。你想帮他们出头？我看你还没有打听清楚。少爷，他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哎，这位大爷，大人有大量，你们高抬贵手，别打了！闭嘴！弟兄们，砸了他！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大陆，小心呐，大陆！是吧？啊，怎么样啊，大陆？我没事，别出去！小兔崽子们，今天我郭大陆跟你们拼了！来，站着呢！哎，打得好！打！哎呀，打得太好了！住手！好样的，好样的！阿贵啊，玩玩就行了，何必跟这些孤儿寡妇计较呢？走人！你没事吧？啊？大娘，我没事。哎呀，真好，打得真好！是大陆，真不错。你都没去帮忙，你还说我，你倒是听我说啊！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？招惹谁了？要来砸我们家的店啊！我没招惹谁，嫂子，你不要怪来顺了。这帮人根本就是流氓无赖，他们是故意来找茬的。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由我来承担。比划什么？比划什么？店里的损失谁来补偿？哼！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来补偿。一个赔钱货，那补偿得了什么？哎呀，行，算了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就算我错了，你再拉我耳朵。来，这件事谁也不用承担责任，罪魁祸首呢是那帮无赖。啊，对，我去报警去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好。不，你不要去。他是我大伯，我们跟他是一家人。他有权有势，连警察也被他买通了。
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你跟他是一家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会？一家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是啊，这一家人怎么会这样？我早就让你不要招惹他了。切！老婆，你先别着急。什么不要着急啊？你让他给我说清楚。你听我说，你真别着急，气大了伤身，你别着急啊！你这事儿很快就能弄清楚的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真的，你别着急。少爷，您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把那臭小子给宰了呢？啊？往后咱们在同城就没面了，咱的脸往哪儿搁呀，少爷？你没看见我婶婶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她已经痴呆了，完全认不出我了。那老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。秀如那个哑巴看到我的眼神是那么恐惧。当日我曾经对她说过，我要她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现在不都通通发生了吗？哼！是。哎，少爷，我看今天那个叫郭大陆的黑小子对秀如挺关心的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，少爷。你想啊，秀如年纪不大，啊，长得又那么漂亮，又那么水灵，谁看了不喜欢呢？谁看了不眼馋？少爷，我是说，秀如可是少爷您喜欢的心上人，是不是？咱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们。他们躲在这种地方过日子，我想要怎么折磨他们，那还不容易啊？是啊，容易是容易，少爷，可是怕的是到时候再碰上那个黑小子，他功夫挺厉害的。你看咱带的人手又不够，您这一瘸一拐的也不能帮我。少爷，对不起啊，瞧我这臭嘴，对不起，我该打，对不起。我是说，少爷，您的腿脚不方便，那小子还居然敢在您喜欢的女人面前跟您叫板，您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您说是不是啊，少爷啊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就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。这来日方长，你还怕没机会教训他们？是，少爷。行，我记住了，少爷。我下次再碰上那黑小子啊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哎呦！哎，少爷，您不是说带着戈顿要出远门吗？没错，我们的生意是越做越大，生意的版图也会越做越远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有戈顿先生的关系。我打算跟日本鬼子好好的做一桩大买卖。跟你说了几百遍了，留着他们三个只会惹是生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店早晚都会出事儿的。哎，行了，老婆，你别这么说嘛，有话好商量嘛。啊，商量个屁呀，商量！你今天把他们三个给我赶出杂货店。啊，那不是？哎呀，老婆，人家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再说人家也帮我赚了那么多钱呢。哼，做人应该有点同情心嘛。啊，再说了，这大陆回来了，这事让他知道不好看呢。大陆又不是你的长工，他也不会永远待在这儿。你怕他，我可不怕。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你说什么呢你？没完了你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敢造反呢？你是？不造反！我跟你说，这大陆是我的好朋友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要是没有他，我的杂货店早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不许再说，再说我生气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没完了我走。你走。
哎呀，老婆，哎呦，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闹什么闹啊？有事明天说行不行啊？咱们先睡觉吧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行，不行，那又怎么着啊？今天的账还没算呢，你给我死回家去睡觉，老娘要算账。哼！好，你算账，你算账。哎呦，老婆，你要算账可别生气啊！你一生气呀，就一笔糊涂账啊！啊，滚！我滚！哎，哼，畜生，简直是畜生，连畜生都不如！陷害了你丈夫，夺了你们的家产，这还不够，还要落井下石。这天底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这一切都是我不好。当初我拒绝他的追求，才害我的丈夫和婆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秀茹，你别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，根本就是严承文怀恨在心，他是有预谋的。我真的很想躲他一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希望你为我去冒这个险。我怕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来还。秀茹，我过大陆后，从小就父母双亡，我不知道我最想念的是谁。其实跟你相处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亲人了。如果我过大陆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，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谢你。秀茹，我成天漂泊在外，
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了。可我的这份情谊却永远也无法表达，只能藏在心里面。郭大哥，我当然知道你对我的情谊，但是我又怎么能够接受你的感情呢？为什么今天挺身而出的不是我的丈夫，而是郭大哥？程武，你还活在这个世上吗？难道你真的忘了这个家，忘了婆婆，忘了女儿，也忘了我吗？